从今日起，你不必再来外门听课了。后山荒田，那不是连杂役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吗？听说那片田早就废了，种什么死什么，灵气比茅房还淡。谁让他是五行杂灵根呢？入门3年还是炼气1层，宗门没把他逐出去，已经算仁慈了。陆清河，宗门资源有限，不养废人。你去后山守田，每月交够30株灵草，便还能保留外门弟子身份。交不上就自己下山。那片荒田若种不出灵草呢？哼，种不出，那就是你的命。陆师弟，走这么急做什么？听说你被发配后山了。赵师兄消息倒快，同门一场，我当然得来送送你。赵师兄，这是什么？废种子，前几日药田清理出来的，灵性散尽，扔给狗狗都不吃。我想着陆师弟刚好去守荒田，废灵根配废种子，也算天作之合。陆清河，你别怪我说话难听，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是认命。你这种灵根修仙是修不成的，不如老老实实种田。这样吧，你要是能用这废种子种出一株灵草，我赵玄当场给你磕头。你可得收好啊，说不定真能种出个仙帝来。陆师弟，好好种，等你种出来，我一定来磕头。陆师兄别理他们，赵玄现在进了内门，最喜欢欺负人。没事，比我想象中还糟。田岗塌了大半，泥土干硬发白，杂草稀稀拉拉，几乎看不见半点灵气。你要是能用这废种子种出一株灵草，我赵玄当场给你磕头。都说我该认命，可凭什么？我不是没有努力，可灵气入体之后，总会被5条灵根分散。我不甘心自己3年的努力，被人一句废灵根全部抹掉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万象灵田，九枚废种子竟然跟着我一起进来了。若是将种子种在这种灵气浓郁的地方，说不定有机会。泥土在震动，体内停滞3年的灵力竟然动了。原来自己这3年缺的不是努力，而是资源。5行灵根为什么修不动？因为5条灵根都要养。别人1碗水能灌满1个杯子，我1碗水要分给5个干涸池塘，自然看不见水位。可若是有源源不断的资源呢？若是我能种出5种属性的灵果呢？5行杂灵根还会是废灵根吗？万象灵田，你能种灵草，是不是也能种别的？万物皆可种。陆师弟，怎么一夜没睡？不会真在等废种子发芽吧？做人要认清自己，废种子就是废种子，废灵根就是废灵根。你守着这片荒田，就该明白一件事。不可能！这不是普通聚灵草，这是100年份。陆清河这片破荒田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长出3株？而且还是用我亲手丢出去的废种子。你一定是偷了药田的灵草。赵师兄不认也没关系，草已经长出来了。昨天你说的话还算数吗？陆清河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你一定是偷了药堂的聚灵草，故意埋在这里骗我。偷？没错，青云宗药堂昨日刚清点过一批灵草，说不定就是你偷来的。赵师兄既然说我偷，那就请执事来查。去，把药堂的人叫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一个废灵根怎么解释这3株100年份聚灵草。
苏婉莹，青云宗药堂小师姐。谁说这里有百年份聚灵草？苏师姐就是这里。陆清河不知从哪儿偷来3株聚灵草，埋在荒田里，想冒充自己种出来的。苏师姐，这灵草一定有问题吧？确实有问题。我就知道。问题在于，这3株聚灵草年份极高，却根须鲜活，灵机未散，确实是刚从此地长出不久，不像移植，更不像偷来的。苏师姐，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真是从这荒田里长出来的？从痕迹上看，是。废种子一夜长成百年聚灵草，这后山荒田难道还有隐藏灵脉？赵师兄，药堂的人也查过了，现在可以履行承诺了吗？陆清河，你别太过分！哼，赵师兄昨天说话时，可比现在响亮多了。赵玄，你想在药田动手？这次算你走运。赵师兄不磕头了。陆清河，你以为靠几株来路不明的灵草就能翻身？废灵根就是废灵根，今日让我丢脸，来日我会让你连这片荒田都守不住。陆师弟，这3株草真是你种出来的？昨夜我把废种子埋下后，发现这块田中央泥土似乎比别处湿润，便试着引气入土，没想到今早就长出来了。陆师弟，这3株聚灵草价值不低，你最好不要随便示人。多谢师姐提醒。赵玄今日丢了脸，不会轻易罢休。你若拿着这3株灵草去兑换贡献点，只怕还会引来麻烦。我可以帮你送去药堂，以药堂收购名义兑换，这样至少明面上不会有人敢强抢。你放心，我不要你的灵草，也不会问不该问的事。我只是觉得这样的灵草若毁在后山，太可惜了。那便劳烦苏师姐，2株兑换贡献点，剩下1株我想自己留着。1株至少可换50贡献点，若成色更好，或许能到60，2株加起来，我尽量替你争取120贡献点。120贡献点，外门弟子做最低级的杂役任务，1个月也未必能攒下10点。这2株聚灵草足以抵得上普通外门弟子1年苦劳。陆师弟，若这块田还能长出灵草，记得先来找我。灵草是好东西，但也容易招祸。我记住了。这才是真正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东西。进入万象灵田。虽然灵气还是微弱，却比从前凝实了数倍。炼气2层，卡了整整3年的关口，就这样破了。3年来，所有人都说我是废物，都让我早点认命。可现在，我终于突破了。一枚木灵果，只是让木属性灵根稍稍温养，便让我突破炼气2层。如果5行灵根全部得到滋养呢？这所谓废灵根，或许会变成谁都想不到的奇迹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开启火属性灵田了。木灵果能温养木灵根，火属灵强，是否能种出火灵果？开启。宗门上下都不信废灵根能翻身，那就让他们亲眼看看，废种子能长出百年聚灵草，废灵根也能种出一条通天仙路。自己现在最缺的不是高级灵药，而是稳定来源。万象灵田能催生百年份炭聚灵草，可若每次都拿出百年份灵草，太容易着火。反倒是低年份的低阶灵草，既能换贡献点，又不至于太扎眼。买种子，凝气草、止血花、清心叶，有多少？你要这些做什么？这些种子成活率低，年份长得慢，种出来也不值几个贡献，外门弟子很少买。我被派去后山守田，想试试。后山啊，那地方可不好种。这几袋种子我便宜给你，一共3点贡献。这些活枣核是别人挑剩下的，灵性差得很，放我这里也没人要。你既然要种，就一并拿去吧。活枣核正好适合火属灵青，多谢。别谢，后山那地方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
年轻人别太犟，若真种不出来，也别硬撑。我想再试试。药堂发布新任务了，收凝气草、止血花和清心液，年份越高，奖励越多。这些正是我刚买的种子。哼，这任务我接了。陆师弟也想接任务。师叔，这几项采药任务我都接了。赵玄，你是内门弟子，这些低阶任务对你没什么用吧？我替几个师弟接的，不行吗？登记好了，拿走吧。可惜了，陆师弟来晚一步。赵玄这是故意的吧？当然，谁不知道他昨天在后山丢了脸？陆清河也是倒霉，好不容易想靠任务赚点贡献，又被抢了。陆师弟，你现在守着荒田，正是缺贡献的时候吧？可惜呀，宗门任务就这么多，手慢无。赵师兄抢这些任务，是为了采药。不然呢？那祝赵师兄好运。装什么清高？没有任务，我看你拿什么换贡献？别人抢任务是因为他们只能去山里找灵草，我不同，我可以直接种出任务奖励。先在荒田外侧开几条沟，若后山一点耕种痕迹都没有，反倒容易惹疑。这一次不同于废种子种聚灵草，低阶灵草数量更多，需要的灵力也更稳定。给种子引导灵气，忙了整整一天，灵力快要耗尽了。等等，原来自己种田也是一种修行。每一次调节灵力强弱，都像是在梳理我体内的五行。修为竟然稳定下来了，原本虚浮的灵力在反复引动种植中变得充盈踏实，这简直是意外之喜。第一次不能拿太多，若一次性拿出上百株30年份灵草，整个药堂都会被惊动。是火枣核，竟然长出了3枚赤焰果。木属性灵根被温养后，也能阴引部分灵气。如今火属性根也被赤焰果点燃，木生火，2股灵气在体内第一次出现了微弱呼应。虽然没有突破境界，但修为比刚入炼气2层时稳固太多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找到了正确的路。五行杂灵根不是废，只是需要把五行一条条养起来，再让它们形成循环。别人修1条路，我要修5条路，可一旦5路相通，便是五行大道。陆师弟，苏师姐，我想换些贡献点。30年份凝气草，30年份止血花，还有清心液，这些也是后山种出来的。昨日试种了一批。昨日试种，今日就拿来了。陆师弟，你这次拿来的数量不多，我可以按药庄收购价给你结算，但你以后若还有，最好分批送来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好。灵草是资源，资源多了，眼红的人也会多。你这批灵草一共换了38点贡献，不多不少正合适。帮我拿一批更好的灵草种子。你还要种？既然守田，总要把田守好。别人修仙恨不得天天进洞府闭关，陆清河倒好，他要做给人看。这采药的破任务可真费劲啊！你来药堂做什么？换贡献。你没有任务，拿什么换贡献？38点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带人进山忙了一整天，才勉强采到几株10年份灵草，加起来连10点贡献都不到。陆清河凭什么有32点？又拿灵草来换贡献？赵师兄不是把任务都抢走了吗？那你哪儿来的灵草？种的。种的？对，赵师兄抢任务，我只好种任务奖励。我昨日抢任务，本是想断陆清河的贡献来源，
结果陆清河转头就拿灵草来药堂换了贡献。我们跟着赵玄忙了一天，还不如陆清河一个手甜的。陆清河，你别得意，3日之期还没到，等执事庭查明你的灵草来历，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出来。那赵师兄记得准时来。师叔，后山荒田突然长出这么多灵草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怀疑陆清河私藏宗门灵药，甚至可能发现了后山地下的灵脉，却不上报宗门。后山灵脉，3日后还请师叔亲自去查。若真有灵脉，宗门自然不能让一个废灵根独占。若确有异常，执事堂自会处理。要的就是这句话。那片雾后似乎还有更广阔的土地，别人抢资源，我种资源；别人求机缘，我种机缘。赵玄，你不是想查吗？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，这片荒田到底能长出什么。这是金属性灵田和水属性灵田。金线草种子埋进金色灵丘里，寒檀莲子埋进蓝色灵丘里。只要这2样成功，五行便已得趋4。至于土属性，迟早也会补上。陆师兄，执事堂的人来了。赵玄带着刘管事还有几个外门弟子，说要查你的田。陆清河，有人举报你私藏药堂灵草，瞒报后山灵脉。今日执事堂奉规查验，你不得阻拦。查田。好在昨夜我特意将少量灵田灵气引入外界荒田中药，因此那片土壤比别处湿润，带着轻微灵气。这里的土确实有灵气。师叔，我就说他发现了后山灵脉，却瞒着不上报。赵师兄懂灵脉？哼，我不懂，刘管事自然懂。这片荒田确实有灵气，但极弱，根本算不上灵脉，最多只能说是地气偶然回流。暂未发现灵脉。不可能！那他的灵草从哪来的？他一个废灵根，凭什么种出100年灵草？这里一定有东西。赵玄，你今日是来查田，还是来毁田？赵玄，退下！刘管事，刘管事，药堂也想看看这片田。苏师侄，你怎么来了？陆师弟昨日送来的凝气草和清心叶品质不错，药堂长老让我来看看后山土质，顺便确认后续是否能稳定收购。药堂竟然开始护着陆清河了。这里不是灵脉，只是土中灵气比普通荒田略活，若细心照料，确实有可能种出低阶灵草。既然药堂也这么说，那今日查验到此为止。刘管事，够了！执事堂查田，不是陪你胡闹。陆清河，这事没完，我等着。你这片田确实不简单，今日能遮过去，是因为他们没查到灵脉，但你以后拿出的灵草越多，盯着你的人就越多。我明白。赵玄不会罢休，他在内门有靠山，你要小心。苏师姐放心，我不会主动惹事。我担心的不是你惹事，是事儿会来惹你。这是昨日2株巨灵草换来的贡献，一共120点，我替你换成了部分贡献点和部分种子，免得太惹眼。这些是药堂筛下来的残种，灵性不足，正常种植成活率不高，你若能用就试试。多谢师姐。好凉，原本燥热的灵气瞬间平息了。
气3层了。所有人都说五行杂灵根是废灵根，可他们不知道，五行杂灵根不是不能修，而是太贵。这钟声是外门集合信号。3日后，外门小比开始，凡炼气3层以上外门弟子皆可报名，前10者可入藏经阁挑选功法一卷。万象灵田既然能种灵草、种灵果，那能不能种功法？若残种能补全，残卷呢？赵玄不是说废灵根永远是废物吗？那这一次外门小比，我便让所有人看看，五行废根也能被养成通天灵根。陆清河报名。外门小比最低要求留炼气3层，你……他炼气3层了？不可能吧？前几天不还说他是炼气1层？难道后山那几株灵草真让他撞了大运？废灵根也能突破这么快？陆清河炼气3层，准许参赛。炼气3层，这才几天，竟然炼气3层了？不对，这绝不只是几株灵草的问题。陆清河身上一定藏着秘密。陆师弟，修为提升的挺快。还行。还行？靠丹药硬兑出来的修为，也敢来参加外门小比？擂台上可没人让着你。赵师兄不是内门弟子吗？也参加外门小比？我不能上台，但外门有的是人能教你做人。那我等着。小比规则：点到为止，不得故意伤人，不得使用毒物。胜者晋级，败者下台。陆清河，我听过你。是吗？五行废灵根被发配后山守田，说实话我还挺佩服你。换成我，早就没脸参加小比了。开始。结束了。周平的禅藤术最克不会身法的人，陆清河躲不开。火系。去！他的法术并不精妙，可为什么灵气这么稳？明明每一招都很普通，却总能刚好克制我。陆清河的灵气转换怎么这么快？他不是最难控制灵气的杂灵根吗？他怎么像是五行都能用？该死，10几招了，我的灵气快枯竭了，他怎么还这么稳？陆清河，是你逼我的！你输了。第7擂台，陆清河胜。他赢了，炼气3层后期的周平就这么输了？不是说废灵根灵气杂乱吗？我怎么觉得他比周平还稳？苏师姐，他真是五行废灵根？也许废的不是五行。先让他得意一会儿，下一场才是真正的安排。陈烈，炼气4重巅峰，外门前15，最擅长火系术法。听说你五行都能用，会一点。五行都会一点，就是什么都不精。今日我让你看看，什么叫真正的活法。开始。我看你这次怎么躲。本想留着继续温养水灵根，可现在正好用来换一场胜利。不可能！你一个炼气3层，怎么可能挡住我的火蛇术？
你敢用活法对我？陆清河胜！他打败了陈烈，外门前十稳了吧？谁说他是废灵根？你见过能连换4种灵气的废灵根？陆清河，这事没完。陆清寒刚才服下了下某种水属性灵果，那种灵果气息纯净，绝非是普通药堂能有的东西。他身上的秘密，恐怕比我想象中更深。陆清河，就是那个被发配后山的5行杂灵根。正是。有意思。外门前10可入第1层，各挑1卷功法，完整功法不可强求，残卷也看机缘。一个时辰内出来。陆清河，你真选残卷啊？5行类功法最难修，还是残卷，你这不是自己坑自己？确定选这个？确定。此卷残缺严重，前3页之后全毁。你若强行修炼，未必有益。多谢前辈提醒。机缘有时候是机缘，有时候也是劫。自己选的路自己走。弟子明白。我还以为你真有什么本事，没想到进了藏经阁，就挑了本废卷。赵师兄消息还是这么快，残卷配废灵根倒也合适。赵师兄，你之前送我的废种子长出了100年灵草，今日这本废卷，说不定也能长出点东西。功法还能长出来？陆清河，你种田种疯了吧？谁知道呢？进入万象灵田，废种子能长出100年灵草，废残卷又能长出什么？土属性灵田也成功开启了。竟然是土元果，能温养土属性灵根，稳固丹田，补全5行循环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循环长。炼气4层，5行杂灵根确实难修，但一旦5行平衡，它不但不是废物，反而比单一灵根更稳、更厚、更能容纳灵气。别人是修一脉，我则是修一轮。只要5行轮转不息，我的灵气便会生生不绝。5行不废，混元为始。虽然修为仍是炼气4层，可体内灵气凝视程度已经远胜从前。若再遇到陈烈，根本不需要服用水灵莲子，也能正面破掉对方火蛇术。外面有动静，有人在回天。谁？灵气正在迅速消散，这是绝灵灰，专门破坏灵田灵机之物。对方既然已经敢夜里下手，就说明赵玄彻底急了。今日是毁天，明日也许就是杀人。这种灵植藤蔓坚韧，若种在外界荒田周围，既能固土，也能御景。赵玄想要我的秘密，想断我的路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
你说陆清河发现你了？是，他的修为不像炼气3层。什么意思？他出手很快，灵气锋锐，我怀疑他已经炼气4层。炼气4层，这才几天？后山一定有大机缘，一定有，否则一个五行废灵根怎么可能从炼气1层一路冲到炼气4层？既然普通手段查不出来，那就换一种。赵师兄的意思是？找迷魂鼠。那可是禁物，若被执法堂发现，谁说要在宗门里用？陆清河不是喜欢守田吗？那就让他在田里永远睡过去。不是人，体型很小，速度很快，来了。迷魂鼠，迷魂鼠品阶不高，却极阴毒，它能吐出迷魂雾，让修为低的弟子在睡梦中昏死过去。若是无人发现，轻则神魂受损，重则再也醒不过来。赵玄是真想要我的命。赵玄，这是你自己把路走绝的。陆师弟，苏婉叶，苏师姐，出什么事了？能不能进屋说？沈长老出事了。执法堂沈长风长老。沈长老昨日追查邪修踪迹，回来后强行闭关疗伤，今早气息逆乱，心魔入体。丹峰判断必须炼制清心丹压制心魔。药堂没有清心草？有，但年份不够。普通清心草只能安神，压不住长老级别的心魔。丹峰灵妙真师姐说，至少要100年份清心草3株，最好是刚采下灵机未散的。100年份清心草3株。陆师弟，我知道这个请求很冒昧，你若没有当我没说过。只是沈长老曾多次庇护外门弟子，若他出事，执法堂那边恐怕也会乱。沈长风此人严厉公正，青云宗里这样的人不多。若他倒下，赵玄背后的人行事只会更加无忌。很着急吗？今日午时前必须送到丹峰，现在距离午时不到2个时辰。苏师姐稍等，你有？我去田里看看。清心叶种子还有不少。不错，这次有7株清心草完全成熟，其余种子灵性不足，只有30年份。这竟是清灵露，可暂时稳固神魂，压制心魔。这东西或许比清心草更有用。100年份，真的是100年份清心草。这里还有一滴清灵露，或许能帮上忙。清灵露。陆师弟，这东西太贵重了。救人要紧。今日之事，药堂记下了。沈长老若能醒来，也会记下。苏师姐，快去吧。看样子以后自己很难再低调了。这些东西一旦进了丹峰，必定会引起震动。不过有些时候藏拙可以保命，有些时候展露价值，才会让别人不敢轻易动自己。药材年份不够。林师侄，药堂已经把所有清心草都取来了。我要的是100年份清心草，不是这些20-30年份的残副品。沈长老心魔入体，普通清心丹只能压住一时，一旦反噬，后果更重。可100年份清心草，药房现在真的没有，那就只能冒险强炼。林师姐，100年份清心草找到了，打开。刚采下不久。是，哪里来的？后山。陆清河的。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清灵露。清灵露，而且纯度这么高。此事先不要外传。我明白。起。
成了！沈长老，您醒了。是谁炼的丹？弟子炼丹，药堂供药。药不错，主要不是药堂库存，是后山陆清河送来的百年份清心草，青灵露也是他给的。陆清河，就是前些日子被发配到后山守荒田的外门弟子。那个五行杂灵根，是他。他可说过灵草从何而来？没有。你信他吗？弟子觉得他不是恶人。灵草无邪气，青灵露纯净，来源虽疑，但东西没问题。那便先记他一功。还有，查一查近日是谁在后山附近活动。沈长老怀疑有人对他动手。我刚醒，不代表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追查邪修时，发现青云宗内有人与外人传讯，后山最近灵草频出，若我是那些人，也会盯上他。邪修？还不能确定，但宗内不干净。陆清河那边先不要惊动太多人，这个弟子或许比我们想象中更重要。陆师弟，听说你今日又给药堂送了好东西。赵师兄消息真灵，后山这么偏僻，你却3天2头拿出百年份灵草。你说，我要是把这事告诉所有长老，会怎么样？那赵师兄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把你种灵草的方法交出来，还有你在后山发现的所有东西，也一并交出来。我要是不交呢？陆清河，你不要以为进了外门前10就真能和我作对。我是内门弟子，炼气6层，你不过是刚爬起来的废灵根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交还是不交？赵师兄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这片田现在是我手？陆清河，你拿什么手？就凭这把破锄头？听见了吗？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，你主动交出来，至少还能留一条命，继续当你的守田弟子。若让我亲自动手，那你连跪着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赵师兄想动手，可以试试。找死！炼气4层，果然，你又突破了。短短这些时日，从炼气1层到炼气4层，这说明后山的秘密不仅能种灵草，还能让废灵根逆天改命。这种机缘，凭什么落在陆清河身上？拿下他！什么？雕虫小技！你真以为靠几根藤蔓就能挡住我？陆清河，我看你还能撑几招！你在做什么？宗门弟子私斗，还在药田动手，你胆子不小。秦师兄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什么？我只是听说后山灵田异常，来查看一二。谁知陆清河心虚，先对我动手。我来时看得清楚，是你们3人围着陆弟子。苏婉莹，你药堂未免管得太宽。沈长老刚醒，已经下令近日严查宗内私斗。赵玄，跟我回执法堂说明情况。好，我去执法堂。陆清河，你护得住自己一时，
护不住这片田一时。赵师兄慢走。伤了。小伤。赵玄已经疯了，他今天敢带人来逼你，明日就敢做更过分的事。我知道。沈长老醒了，你的青心草和青灵又救了他，他让执法堂暂时留意后山，至少明上赵玄不敢再乱来。明面上不敢，不代表暗地里不敢。若有危险，立刻传讯。好。看来光靠几株山岩藤不够，需要让整片后山真正变成自己的地盘。绝灵灰怎么会这么多？赵深雪聪明了，他要毁田，等药田全废，我再也拿不出灵草，药堂自然不会继续护自己。绝灵灰能毁掉普通灵田，是因为它封住了灵气流动。可若反过来利用这股封锁之力，将灵气锁在地下，不让它散走呢？那便是灵脉雏形。这是1级灵脉种子，可以聚拢地气滋养灵田，形成微型灵脉。毁田，好，那我就种出一条灵脉。赵玄，你这份礼我收下了。这是……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有人撒了绝灵灰，想毁田。绝灵灰，赵玄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别人。他太过分了，这已经不是私斗，是破坏宗门灵田。证据不够。那这片田没毁成。这哪叫没毁成？这分明是绝灵灰撒下去，反而撒出了一片灵气更浓的田。我会把绝灵灰的告诉沈长老。多谢。还有，这片田的变化瞒不住太久。药堂、丹峰、执法堂很快都会知道。我知道。你说什么？后山没废？绝灵灰洒满了整片田，怎么可能没废？是真的，不但没废，今早我远远看见后山起了灵雾，那片田的灵气好像比之前更浓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绝灵灰连药房灵田都能毁，他陆清河凭什么？这不是青云宗的符。想不想要陆清河的秘密？你是谁？你不必管我是谁，你只要知道，他那片田里藏着的东西，不该属于一个废灵根。你能帮我？只要你带我进青云宗后山，我帮你拿到他的秘密，顺便让那个废物永远闭嘴。我要他死！外田灵脉出城，可开辟后周药园。下一阶段，培育灵宠，守护灵田。灵宠，这就是被绝灵灰毁过的田。是。若不是亲眼看见绝灵灰痕迹，我很难相信有人昨夜毁过这里。也许这片田命硬。沈长老已经命人查了绝灵灰来源，此物不是宗门明面库存，暗中流入外门，牵扯不小。查到赵玄了吗？暂时没有直接证据，不过沈长老让我转告你，赵玄近日不得靠近后山。若他再来，你可直接催动传讯符，执法堂会立刻拿人。还有一件事，你献出100年份青心草和青灵露，救了沈长老，宗门决定奖励你一次进入杂宝库挑选宝物的机会。杂宝库？青云宗多年积累，除了常规资源，还有许多无法判断用途的东西，都收在杂宝库里。
也有一些没人认得的古物，东西好坏全凭眼力，只能挑一件。无法判断用途的东西，这对别人来说是苦累，对自己来说却可能是种子。沈长老说，你今日若有空，可以随我前去。现在就去。沈长老令，陆清河入杂宝库挑选一物。就是那个后山种田的。进去吧，半个时辰只能拿一件，东西拿出来后不得更换，认准了再选。弟子明白。第一排木架上是残破法器，剑胚和麒麟都不错，但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守后山的东西。这些东西都对万象灵天有用，可惜只能拿一件。灵宠胚胎，就是它了。小子，杂宝库里虽然破烂多，但也有几件还能用的法器。你确定要这瓶死血？确定。有意思，你们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爱赌机缘。出了这个门，可不能反悔。不反悔。最近宗门里不太平，沈长老让你尽量不要单独下山。和邪修有关。沈长老追查的那伙人擅长御虫和腐蚀灵脉，绝灵灰虽然不是他们的手段，但性质相近。御虫、腐蚀灵脉，总之小心。多谢秦师兄。胶类残血，难怪杂宝库无法使用。这种血脉，普通手段根本唤不醒。就在这里了。接下来3日，我没有离开后山。白天在外界药田移植灵草，整理灵田灵脉；晚上在万象灵田中温养黑丹。以后就叫你黑林。黑林，你还能梳理灵脉？倒是没白中你。有东西。腐灵虫，前不久秦月刚提醒过，沈长风追查的邪修擅长御虫和腐蚀灵脉，现在这东西出现在田里，看来赵玄背后的人已经动手了。你说过不会惊动宗门。放心，只是一只幼虫，他会替我看看那片田到底藏着什么。我要的是陆清河死，不是让你把青云宗引来。赵师侄，你还没资格教我做事。不过，你的愿望很快会实现。那片后山灵田比你说的更有意思。你答应过，机缘归我。哼哼，当然，只要你能拿得住。连邪修宠印也能中。别急。御虫破法残片，可辨识低阶虫印，可破除腐灵虫幼体控制，可短暂压制虫群躁动。邪修御虫印，这件事必须告诉沈长老。腐灵虫，沈长老认得。
我追查的那批邪修，正是用这种东西污染灵脉，毁人药田。腐灵虫单只不强，可一旦有虫母驱使，成百上千只同时入土，再好的灵田也会被啃成死地。你怎么发现的？灵宠，前些日子从杂宝库挑了一瓶妖血，侥幸孵出的，它能感应邪气。好灵性！腐灵虫出现在后山，说明他们已经盯上你了。和赵玄有关。我正在查。还有一件事，3日后青木秘境会开启。青木秘境，那是青云宗附近一个小秘境，每隔3年开启一次，里面多是低阶灵草、妖兽和残破古物，对外门和内门低阶弟子来说，是一次难得的历练。按照原定安排，外门前10和部分内门弟子都可进入秘境。你在外门小比中进了前10，本也有名额。沈长老是想让我不要去？后山已经被邪修盯上，秘境里人多眼杂，确实太危险。我原本也想让你留在宗门，但腐灵虫既然已经出现，说明邪修可能也盯上了青木秘境。青木秘境里有一种灵植叫净锁草，能克制腐灵虫幼体。若能找到成熟净锁草，对后山有益。克制腐灵虫的灵植，若我拿到种子或残根，就能种出一片。我会让秦月带队，苏婉熙也会入秘境采药。你若去，必须跟紧他们，不可单独行动。陆师弟，秘境里不比宗门，赵玄若想动手，那里更方便。赵玄也会去？他是内门弟子，有名额。那我更该去了。陆师弟，沈长老，赵玄既然已经和邪修牵上线，他不会放过这次机会。与其让他躲在暗处，不如让他自己露出来。你想引蛇出洞？弟子修为不高，不敢说引蛇，但若一直躲在后山，蛇迟早也会爬进田里。胆子不小。我只是不想一直被动挨打。可以去。师弟，这太危险了。秦月会照看你，但陆清河，你记住，机缘再好，也没有命重要。弟子明白。那就是陆清河。听说他后山那片荒田已经起灵物了，外门小比他进了前10，靠的就是五行术法。可惜只是个废灵根，估计是吃了不少灵果丹药硬堆上来的。进去后，跟我们药堂一起行动。秘境开启后，所有弟子会被随机传送到外层不同区域，若落点相近，尽快汇合；若落点太远，不要深入核心区。秘境内传讯距离有限，但100丈内能感应到同宗弟子位置。多谢秦师兄。青木秘境开启3日，秘境内不得残杀同门，不得私吞宗门指定灵草。若遇邪修踪迹，立刻传讯。入境，入境。看样子，我被传到了单独区域。成熟灵草拿出去要上交一部分，残根没人要。辟邪雷藤，这东西若能种出来，对付邪修和腐灵虫必定有用。这趟秘境来对了，别人进秘境是抢成熟灵草，我进秘境是说未来能种出一片耀眼的种子。救命啊！有邪气。别过来，是腐灵虫！退下！你会破灵虫？学过一点。学过一点儿。腐灵虫连不少内门弟子都头疼，他一个外门弟子随手就破了虫群控制，这叫学过一点。陆师兄，多谢救命！你们怎么遇到虫群的？我们本来在采青木花，忽然看见一名黑袍人从林中经过，他没发现我们，可他走过的地方，地下就爬出了这些虫子。
黑袍人，邪修果然进了秘境。黑袍人往哪儿去了？往青木谷方向去了。你们往秘境入口方向走，找到秦月师兄或药堂弟子，把邪修进秘境的消息告诉他们。那你呢？我去青木谷看看。陆师兄，那可是邪修，所以才不能让他继续往里走。你确定陆清河会来？他会来的。茯苓虫已经碰过他的田，他一定知道净瞳草的价值。只要他想护住后山，就不会错过青木谷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我只要他死。死是最简单的，但在他死之前，我要知道他那片田的秘密。果然是赵玄，他连秘境都敢引人进来。听够了吗？陆清河，你果然来了。勾结邪修，残害同门，赵玄，你这次还能怎么狡辩？狡辩？只要你死在这里，谁知道我做过什么？小子，把后山的秘密交出来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些。那就试试，是你的虫多，还是我的田能种得更多？催熟。净化草，他身上怎么会有净化草？映照。你不是普通灵之夫。前辈，你不是说茯苓虫能吞掉他的灵田吗？闭嘴！你若再不动手，秦月他们很快就会找来。净除草和雷藤确实克虫，可惜你修为太低。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临时映照灵芝消耗极大，若继续僵持，我一定撑不住。必须先杀虫母。敢不敢？黑林，拦住他！畜生！找死！糟了，陆清河死！我的虫母！陆清河，该死！快走！你做什么？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虫母废了，再不走，死的就是我们。别追！邪修果然进来了。赵轩和他在一起，你确定？我亲眼看见，这次他逃不掉了。你每次都说自己小心，结果每次都把自己弄成这样。这次收获不小，命都快没了，你还想着收获？该撤离了。这是检测到未知古种悟道茶树幼株。悟道茶树，这才是秘境最大的收获。苏师姐，我没事儿。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让林师姐给你开最苦的药。哼，最苦的药，确实最适合不怕死的人。林师姐，蛊毒入京，3日内不得强自动用灵气，
这瓶静脉丹，每日1枚。多谢林师姐。听说你在秘境里用静青草和雷藤破了腐灵虫群。侥幸。你们这些人遇到解释不了的事，都喜欢说侥幸。这是你从秘境带回来的丹方碎片，在雷击墓旁捡到的。这不是普通驱虫丹方，应该是一种净灵驱虫丹。若能补全，对后山药田很有用。林师姐能补全吗？可以是，但需要时间，也需要更多残片。这东西若交给万象灵田种下去，或许能直接补全。可若毫无理由的拿出完整丹方，只怕更惹人怀疑。怎么，不舍得？不是不舍得，只是在想，若我能补全一些，是否可以请林师姐帮忙炼制？你补全？我在秘境里还捡到一些相关药草和残根，或许能试着推一推。好，林师姐，他既然敢说，就让他试。3日后，你若能拿出补全方向，我替你开路。一言为定。陆师弟，你真要补丹方？试试。原来如此，这叫试试。运气好。你这运气真是好的，让人想把你关进丹房里天天试。林师姐能练吗？能。而且我倒要看看，你这张丹方到底是真是假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净灵驱虫丹虽是1阶丹药，但对腐灵虫有专克之效。若能大量炼制，后山药田和宗门灵田都能保住。陆清河，你到底还会多少东西？目前会种田。快！沈长老有令，即刻封锁所有虫害区域。陆清河，此次竟能补全失传已久的净灵丹方，给他记大功。后山本就是宗门之地，陆清河一个外门弟子，凭什么独占？不错，他能种出灵草，说明后山地下必有灵脉，灵脉属于宗门，不属于他陆清河。他救过沈长老，现在谈收回后山，未免寒了弟子的心。陆清河刚去时，那里连杂草都长不活，现在他把田种出来了，你们倒想起来那是宗门之地了。药堂长老此言差矣。陆清河救沈长老有功，补出净灵驱虫丹方也有功，奖励自然该给，但奖励归奖励，灵田归属不能混为一谈。竟然要过河拆桥！周长老的意思是，他种出来的东西归宗门，他的人继续回去当废灵跟外门弟子。林师侄，这里是长老议事，弟子只是觉得这话不好听。依我看，应立刻收回后山，设为宗门直属灵职区。陆清河若愿意，可以做一名灵职管事。管事？你们要收人家的田，还想让人家继续给你们种？沈长老，这不是他的田。哼，那片田荒废多年，宗门无人愿管。若非陆清河，今日你们连议他的兴趣都没有。让陆清河来。弟子陆清河见过宗主，各位长老。陆清河，今日后山之事，你应该知道宗门为何叫你来。知道。知道便好。后山灵田属于宗门，不是你个人所有。如今灵田复苏，宗门决定收回后山，统一管理。周常长老，弟子想问一句：若后山仍是荒田，宗门可会收回？哼，现在说的是灵田。弟子明白，荒时无人问，活时人人争，这就是宗门规矩吗？放肆！让他说。弟子入宗3年，五行杂灵根被判废材发配后山。那时没人问我能不能活，没人问那片田能不能种，只说每月交不出灵草，便赶我下山。如今后山能种灵草了，便说那是宗门资源。弟子想问，若所有弟子种出的东西都能被一句宗门资源拿走，往后谁还敢为宗门做事？你这是威胁宗门？弟子不敢，弟子只是想谈规矩。
你想怎么谈？后山仍归青云宗，弟子不敢私占，但后山灵植区必须由弟子主管。药堂、丹峰、执法堂若需灵草，可按贡献兑换。宗门愈微，弟子也会优先供药，但任何人不得强行索取灵草，不得逼问弟子种植之法，不得随意调走后山弟子。若宗门不允，弟子今日便交出后山木牌，从此不再插手。你以为宗门离了你就种不出灵草？周长老若觉得离了我也能种，弟子愿交出3株母种。3个月后，只要宗门其他灵田能种出同等品质，弟子立刻让出后山。陆清河，你倒是敢谈条件。弟子只是想守住自己种出来的东西。既然如此，便定3月之约。宗主，后山设为临时灵植区，由陆清河暂管3个月。药堂、丹峰、执法堂共同登记产出。若后山产量稳定，陆清河晋为正式灵植管事，仍掌后山；若后山产量不足，宗门收回。弟子领命。陆师兄，宗门没把田收走吧？暂时没有。愿意跟我种田吗？我不止你，愿意跟我种田的杂役弟子，都可以来后山，贡献点照给我。我种。我找的这些人，他们有的会挖土，有的会挑水，有的曾在药田干过粗活。不错。东区种凝气草，西区种清心叶，南区种止血花，北郊简郊种劲草草，中央则由灵脉种子镇着，黑灵则帮忙顺理灵气。产量超出预期3倍，药性竟然也是上佳。静茹草品质足够炼丹，防虫、防毒、防夜袭，皆有安排。只是3个月而已，谁知道后续能不能稳定？傅灵童，陆师弟，等你们很久了。好一座药园。陆清河，你果然藏着天大的秘密。邪修爆灵丹，杀了他，无形灵脉就是你的。陆清河，你一个废灵根，凭什么拥有这些？赵玄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废的从来不是灵根，是你这颗心。我丹木灵根，入门3年进内门。你一个无形废灵根，就该被我踩在脚底！你还敢挡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死！陆师弟，这是他们的账，谁也别插手。这一次谁也救不了你！可借外天之力，施展5行混元一击。此击之后，灵脉将暂时沉寂3日。借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调动整座药园？因为这座药园是我一处一处种出来的。不可能！你从来没输给我的灵根，你输给了自己的贪。救我！拦住他！你怎么样？没事。
再说没事，我真把你关丹房。赵玄勾结邪修残害同门，废去修为，押入执法堂审问。邪修余党由沈长风亲自追查。后山灵职区正式成立，仍由陆清河执掌。陆清河晋升真传弟子，向真传供奉，兼任后山灵职主事。谢宗主。